北漂的尽头是什么？有户口有房子就算上岸了吗？今天收到了一位高中同学的微信，因为没有北京户口，下半年要带孩子回老家读初中了。这是今年第3位离开北京的北漂朋友了。北漂10几年，户口、房子、孩子、老人，这些曾经看似遥远的问题，如今却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在每个北漂人的心头。35岁，北漂10年，我裸辞了。前段时间，公司对部门进行优化调整，我们整个团队都面临着岗位的重新选择。公司给出了2个方案：一是接受调岗，去新部门继续工作；二是选择离职，按规定拿到 N+1的补偿。在35岁这个节点，我想得很清楚，职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。即便这次留下来，未来几年依然可能面临被裁员的风险。看着不少北漂的朋友回到家乡，看他们过得安稳踏实，我也想回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路。曾几何时，北京是无数热血青年实现创业梦想的圣地，私企、央企以及蓬勃发展的网际网络大厂，曾经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背井离乡，渴望在这片热土上掘金。然而呢，今年以来，受经济持续疲软的影响，曾经光鲜的北漂梦已然褪色。中国新年过后，这座城市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，许多人都在纠结，还要不要回北京继续打拼？据中共北京市统计局等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年末，北京20至34岁常住的年轻人口是454万人，和上一年比减少了34.5万人，与2020年相比减少了122万人。2025年的相关数据尚未发布。天和老公决定了回老家的时间，也买好了票，这个心一下就定下来了。我们这周决定还是2个人一起离开北京，回老家发展了。对于我们在外打工的人来说，离开一座城市或许是必然的选择。不管我们在这座城市多么努力的工作，多么努力的去生活，好像每个月的工资也只够交房租。大城市里的房价让我们高不可攀，户口更是一座跨越不过的大山。博主文迪说，终于他们还是选择向生活妥协，告别北京，告别拥挤的地铁和没完没了的加班，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和老公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她老公一回北京，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。这2天，她一直忙着办理离职交接。等到工作真正辞掉那一刻，人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。文迪感叹道：“人生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，而是有很多种选择，很多时候过得舒服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北漂5年，我的工资由原来的1万多降到了4200，房租每个月2000。我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了，可是爸妈坚决反对。电话里我妈又哭了，说北京多好，地铁4通8达，医院专家成堆，你非得回铁岭这个小地方干啥？我爸在旁边把电话抢过来，语气硬邦邦地说，我要是从北京回来，别回村里住就行，还说我疯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窗外星光璀璨的写字楼，眼睛就红了。博主说，父母并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挤在10几平米的隔断房里生活。为了能多寄点零花钱回家，他甚至有一年搬进了月租只有500块的城中村。他明白北京资源丰富，留下来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，但这5年吃过的苦，扛过的压力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也许父母担心他会后悔，可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。他只想走一条让自己更舒服的路，希望自己以后不再这么累。在中国，户籍制度像一张无形的网，决定着一个家庭能否在一座城市真正扎根。对无数在北京打工的人来说呢，最难跨越的不是房价，不是通勤，不是工作压力，而是孩子能否在当地顺利上学。北漂家庭往往面对复杂的积分政策、严格的资料审核以及漫长的等待。很多人辛苦打拼多年，却发现孩子甚至不能够在附近小学上学。因此，在北京常能见到这样的情景：每逢开学季，有人在为买学区房而焦虑，而有人则默默地打包行李，告别这座生活了11年的城市。这博主30岁，硕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。他最近突然间发现，有好几个同学都相继离开北京回老家了。
我是19年毕业的，那会儿我们毕业留京的同学还真挺多的。这一晃6年过去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眼看着大家结束北漂体验卡了。另外一位没户口的同学，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在青岛买了房，从来没有想过一直留北京，也是碰到俩人的单位都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，所以呢就双双回青岛了。因为都是同专业，所以他们现在在一个公司上班，老公负责努力工作赚钱，他呢就负责养生备孕。虽然也有生活压力，但是少了北京1个月好几千的房租，幸福指数可以说是不降反升。博主感叹道，无论是在大城市里拼搏奋斗，还是在2线城市选择躺平，最关键的其实不是环境，而是2个人能在一起并肩努力，彼此陪伴，相互支持，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。现在的餐饮实体店真的要被淘汰了吗？曾经忙到下午2、3点钟才能吃上午饭，现在却有空闲边吃边聊，每天营业额都在1000多徘徊，想上2000都很难。不光是我们餐饮店没人，街上也没什么人，是都点外卖了吗？有的顾客离得远，来了也会问我家怎么不上外卖，来这一趟路费都够几碗面钱了。其实前几年我家也上过外卖，骑手接单后来了就一直催，因为担心差评就先做外卖的，时间久了店里的顾客也有意见，大家都等着有事儿呢。博主说，他们的店开在郊区，也点外卖的顾客都挺远的，面食打包时间一长就不好吃了，他们还遇到过2次退餐的，所以干脆取消了线上外卖。前几个月听同行聊起，外卖收入还比不上堂食，于是他们决定不再上线了。他感叹道，开实体店真的是很累，不只是身体上疲惫，更有心理压力。但他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也许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明天。今天我就要结束9年的北漂生活了，真的要说再见了。北京真的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梦结束的地方。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计划着离开北京，但也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可是该启程这一刻，看着搬家师傅一趟趟搬走的行李，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，脑海里一遍遍浮现出这9年如一梦的画面，加不完的班，挤不完的地铁，见过凌晨1点的街道，也见过清晨6点的朝阳。博主说，这里每天生活和工作节奏都很快，作为普通人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里只是活着，而不是生活。巧的是，他最近刚好失业，只能选择离开北京，回到老家，不想再让自己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这博主阿杰是一名演员，他说自己北漂7年了，虽然攒下6位数的存款，但这些钱却几乎不是靠拍戏挣来的。90后北漂7年，一共存了多少钱？7年前拿着4000块来到北京，租了一个900块的小平房，交了房租就剩下3000块。那个时候每天就是到各大剧组投简历，跑了20天，投了50份简历，没有一个面试上的，身上就剩下370块，眼看着就要交房租了，1分钱都没挣到，当时真的很绝望，完全没有在学校憧憬的那么好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接到来北京第一个角色，饰演一个小王爷，戏份虽然不多，但也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阿杰说，自从2019年疫情开始以后，他接戏机会越来越少了，之前攒下的钱也差不多都花光了。后来父亲因疫情去世，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他意识到，与其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行业里耗着，还不如干脆换条赛道，重新开始。于是他转行做起了主播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拍短视频，周末再去做兼职。他感叹道，在90后里，他算不上成功，但一路走来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。在他看来，这些经历本身比所谓的成功更有意义。都说2025年服装实体店不好干，我还一直不相信这个事实，还剩下4天就要面临交店租金了，真的好难做决定。和老公开服装店这么多年，今年看来最难的。这2天北京天气都20多度，这也是3、4月份服装生意最旺季的时候，居然旺季的时候偶尔还有赔钱的一天。我家这个店一天费用1000多，这就是等于说每天一睁眼就面临1000多的开支。商场顾客也不少，可是现在顾客购买欲望低，贵的嫌贵，便宜的看不上，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博主说，这家店她和老公已经经营了整整4年半，
要说挣钱也没赚到什么大钱，可要说不挣钱，一家人开销全靠这个店来维持。正因为如此，想立马放弃这个店，他们也舍不得。毕竟她与老公都只是初中毕业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虽然北京是首都，包容性很强，但这几年里连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合适的岗位。如果他们真的放弃这个店，也不知道还能够干些什么，所以他们很纠结。91年出生的我，2026年我做了重大的决定。如今35岁的我要离开北京了。35岁在北京北漂了10多年。2024年的夏天，由于业务缩减，我被迫拿着大礼包离开了职场。如今失业也快有2年了。在北京失业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也不断的投简历、面试、找工作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35岁的年纪已经是越来越难找。每次面试的时候问到年纪，一说我是35岁，几乎也就没有下文了。博主说，北京天价房租让他难以承受，于是决定先搬到河北燕郊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。跟着中介去看房时，他发现两地房租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在北京，即便是偏僻的区域，一室一厅也要3000元以上，而在燕郊，2室一厅的房子还不到2000，周边配套也很齐全，有超市、菜市场和公交站，生活都很便利。虽然北京与河北燕郊之间没有地铁直通，但地面交通还算方便。他感叹道，北漂了10几年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，如今只能在燕郊先过渡一下。至于未来之路该怎么走，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都说北京2000多万人，但走街上咋这么空旷呢？以前下班点国贸桥下那是人潮，现在晚高峰感觉都能跑步了。胡同里遛弯的大爷大妈好像也少了，人都去哪了？是疏解到通州雄安新区去了，还是都困在环球影城和各大写字楼里没出来？这街上的人气跟统计数字对不上啊。90年的做了10年程序员，年前结束了10年北漂，如今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农村老家。今天老家下雪了，院子里厚厚的一层白雪，看着干净又好看。路不好走，拿起扫帚扫雪，在院子里扫出一条小路，走起来也踏实。还记得小时候一下雪，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就开始堆雪人打雪仗，扫完雪就闻见家里飘着香味，进来看看我妈在做啥好吃的。我妈正忙着剁馅，猪肉大葱的，闻着就香，说要给我蒸大肉包子。博主说，刚出锅的大肉包子，皮馅大，全是肉，咬一口满嘴是家的味道。在漂泊10年，见过大城市的热闹，也扛过职场的压力。如今回到农村，没有大富大贵，有的只是扫雪、生火，还有陪着妈妈一起做饭的平淡日常。他发现这样的日子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您知道北京那些失业、生意倒闭的人真实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吗？我身边呀，好些朋友都踩了坑。说个我身边的事儿，就说我表哥吧，93年的，今年32岁，之前一直在北京打工，一个月能挣1万多，攒了点钱。前几年疫情，公司效益不行，他就失业回老家了。回来后先买了套房，去年就在网上加盟了个网红店，开在市里，把之前攒的钱全投进去了。刚开始几个月还行，后来就一直亏，还欠了债。今年没办法，又跑去广州打工了。现在他又要还债，又要还房贷，家里还有俩小孩，日子过得太苦了。北漂10年，终于还是离开北京了。我跟老公一个被裁员，一个放弃月入3万的薪资以及股票期权，主动辞职。你问我为什么离开北京，大概是想把活着过成生活。今天中午约的物流搬家，早上起床赶紧把床铺打包一下，早饭就直接点了外卖。这一生最该奋斗的青春留在了这里，感谢北京给我们生存的机会，更不曾后悔所选的这条北漂之路。从决定离开北京时的毫无留恋，甚至有点期待，到打包时的略有不舍，再到看着搬家大哥一趟趟搬走的包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博主说，搬家公司把车开走以后，她与丈夫又返回到房间做最后的清理。期间房东上门完成交接，把尚未到期的房租和押金一分不少的退给了他们，一共是8000块，还表示卫生他们会负责处理。这份体贴让夫妻俩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。他感叹道，自己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。
但10年的北漂岁月早已深深地刻进了生命里。那些熬过的深夜，流过的眼泪，笑过的瞬间，都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。再见了，北京，这下再也不用续租了。今天要给北京说再见了，跟我的小家说再见。此时此刻也没有更多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心情。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8年前来北京，以为自己以后就会留在北京，留在自己家人的身边，但更多的问题不得不考虑。如果终究要走的话，那就现在离开吧。希望我不管在哪里都不负于父母对我的希望，我自己也一定会加油。感谢所有的经历。北京本地年轻人会离开北京吗？如果放在10几年前，我会说不会，毕竟这里是家，也有众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呢？可这几年，身边越来越多的北京年轻人选择离开北京，去其他城市发展。我开始明白，北京人也不是非得守着家门口过日子，生活嘛，总得往前看，哪儿有舒适的环境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，哪里就是家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